是我刚刚老师谈到共同富裕的部分，我就想到一个现在的现况哦，只是因为老师刚刚提到了中共说的话，有时候要反着看哦，名为要让大家减少纸醉金迷，减少这些奢华浪费，要好好惜福啊。但从中共的眼中，这到底是真的这样的目的吗？还是他背后在限缩这些明星、网红等等，不要炫富？他有背后不是为了共同富裕，而是在做共同贫穷的准备。但背后真的只是这样子的原因吗？我觉得需要我们看这个问题啊，需要要从这个现状和中共过去20-30年这个历史来对比一下，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前面讲到，中共现在有这个6亿多这个月收入只有不到4000台币的这样的人，物价比台湾要贵多了。那么中共是很清楚啊，这6亿在中国就相当于永久性贫困的民众啊。那么中共很清楚这6亿人在想什么。这些人穷人在中共经济繁荣的时候是穷人，那么经济滑坡以后他们反而会翻身吗？显然不可能啊，所以他们几乎就可以讲，长期下去就永远是穷人。其中呢，不只是农村的民工、农民，还包括他们那些花了大钱进3流大学、念了个没有用的文凭的儿女。这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了，城市里又没有谋生技能，也不愿意吃辛苦，所以就在城里留不住，只好回乡下，那么靠父母有限的一点积蓄混日子。那么共同富裕这样的口号其实骗不了他们的，但是呢，其中的年轻人呢，他们是会上网哦，也会在网上发泄情绪。他们呢是不敢造反的，不要听到发泄情绪就说他们要造反，不是，他们不敢造反，也没有能力造反，但是他们敢对有钱人表达仇恨。所以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仇富的情绪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喊打打杀杀主要就是对台湾喊打打杀杀的人也有不少是来自这样的人群。他们其实不只是仇富，也讨厌名人，讨厌影视明星，但是他们这个情绪啊，其实是没有具体针对性的，他不是具体恨某个人，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人。那么同时他们这种情绪也很矛盾，就他虽然是仇视有钱的群体或名人，但是他崇拜个人。那么这样的社会群体呢，本来要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比方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群体也存在，然后就这样的群体是很容易被这个共产党煽动起来革命的。那么中共当年在大陆夺取政权，靠的就是这样的群体。但如今啊，这样的穷人群体在共产党统治下就没办法革命了，所以他们只能发牢骚讲狠话，而且是帮共产党讲狠话。那么中共呢，唯一能够安抚这一大批人的办法，就是多少满足一下这些人的情绪，把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从当局身上转移到其他社会群体身上。比方说，中共不让有钱人现在炫富了，这是一种手法。还有对富豪做一些打击，也是一种手法。但是呢，主持人前面提到了，中国的富豪曾经很张扬。确实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中国是富人最张扬的年代，整个社会都是在议论怎么样怎么样挖得第一桶金，怎么样发财出国定居国外。整个城市社会都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在安排自己还有下一代的人生，好像人生成就的标志就是要进好大学当官，有了权就有钱，或者是出国就是成功，无论如何也要出国，好像出了国了就镀了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城市的过去20多年啊，这个为出国留学提供外语考试学校申请的机构火得不得了。那像美国每年有30多万在大陆来的留学生念书，就是每年轮换啊，每年毕业8万多，又走了以后又来8万多。那在中国呢，出国的人又把外国划分成不同的档次，比方讲美国排名第1，其他西方国家像英国、什么澳大利亚排名第2，日本就在低一档。那互相之间是攀比呢，就是看你是在哪里的，好像这个在不同的国家身价也不一样。其实呢，最近多年来啊，
在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将近80%必须回国，因为他们在美国找不到职业，拿不到工作签证，毕业1年以后就签证失效，不得不回国。然后呢，中国就留学生就开始泛滥，这种留学生的这个从国外回去以后啊，在中国被称为海归，就是海外归来的意思。那么现在啊，海归在中国这个求职市场上已经没有含金量，你找到一份工作的话，起薪也很低。那即便是这样，现在中国的出国潮还没停下来。当然了，这些人如果不出国，他留在国内也不定就能够就业的。那么这些被迫留学回国的人，通常都有一个说法，在中国很流行，叫做报效祖国。但社会上对他们这批人呢，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说法，叫做在外面混不下去回来的。那可想而知，这批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现状既不满又满怀期望。他们的不满是来自于说自己花了大笔的钱留学回来了，身价还是很低。当然他们不肯承认自己其实是在国外不具备竞争力，把自己的困境啊解释成外国欺负中国，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你美国人不好。所以他们常常是在互联网上打打杀杀，恨不得明天中国就称霸世界，然后中共就派他们去统治世界各国。这种扭曲的情绪是在发泄一种表达一种对人生的期望，就是他们不甘心在国内混日子，认为自己好歹是留过学的，会讲点外语了，但又在国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只能幻想，中共要是强大了，凭我一张中国脸，可以在世界上横着走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呢是扭转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对外战略，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就是把中共以前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这个对外战略是韬光养晦，现在把它改成了张牙舞爪。那这种转变呢，本身它是有中国国内经济没有办法扭转退市这种无奈，那国内不行了，它只有通过对外扩张去谋求出路。另一方面，它也有军方的高层想通过打仗升官，所以军方整天在鼓吹扩军备战。那还有习近平呢，也需要转移国内社会不满，因为他只有把矛头对外，才能够把各种难以解决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归结为国际环境不好，这样他才比较容易平复社会不满。同时呢，他还可以利用民间那种想翻身的冲动，把这种冲动变成对中共的支持。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很复杂的社会政治氛围里头啊，中共最近突然下令了，这个不许宣扬奢靡享乐、炫富拜金等等不良价值观。这个不是什么中共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种宣扬不良价值观的做法完全错误啊，它不是的。只是说中共现在知道他现在遇到的经济社会困局啊，这种年代了，大家开始过苦日子了，再来宣传这些东西不合时宜啊，会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那么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中国的富人们20多年来意气风发的那个岁月突然就结束了，他们开始感到危机了，富人感到危机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说，现在有钱人正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淡出，那很多商业大佬纷纷急流勇退，退居幕后了，再也不到互联网上高调宣扬了。还有一些学术圈一向支持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学者，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不讲话了，也不写文章了。因为什么？不敢讲。再就是互联网上还有消失了不少网红、主播、娱乐明星等等，也都消失了。那以前啊，中国在互联网上就像主持人提到的那种炫富的时代啊，那种风气成为一个主题了。那就是说，哪个有钱人开什么样的豪车，戴什么样的昂贵项链和手镯，穿2万块人民币的牛仔裤、2万块的耐克鞋等等。我记得有一个炫富的博主，也是一个网红，曾经以追求奢靡生活著称。他曾经的格言是：我只吃最贵的，不吃最好的。所以他在互联网上宣传，说我喝的茶叶做成奶茶，
茶叶是19990块人民币一斤。我租的劳斯莱斯8000块租一次。我住上海那个东方明珠塔酒店，55000人民币一晚上，而且我还可以花75000块住一晚上总统套房，他反而有了3000万个粉丝。但是最近这些视频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没了。中国20多年的这个暴富和炫富啊，严重冲击了那些中国社会里没有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这个中低层阶层，也是让社会经济地位正在下降的中产阶层感到这个希望渺茫。那中共从这个当中能收获到什么呢？这个暴富和炫富其实早就造就了一大批人的价值观。现在的问题是，以后多数人的日子越过越难，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尽管暴富炫富这个价值观是中共造成的，今天就算去打击它，也不会改变经济社会现实了。它虽然短期内也能够迎合中低阶层的心理，但这种效应是会递减的，因为中低阶层的仇富心态发作了一番以后啊，还是要面临怎么样活下去的艰难。所以以至于现在中国的90后这一代已经吓得不敢生孩子了，因为负担太重，养个小孩在他们来看来都非常艰难。而00后呢，和扭曲的幻想着要做年薪100万的富人，这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扭曲的现状。那么一个失去经济动力的社会，同时也就失去民众上升动力的社会，也是一个越来越躁动不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它对未来是抱持着不现实的幻想，又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民众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他们又不敢在政治高压下对政治不满。这就是今天还有今后的中国。你如果要找一个参照系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的心态很像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苏联，非常像。那如果按照共产党国家社会变化的规律来分析的话，大概要10年以后，民间呢开始会出现呢，在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一些政治觉醒，但有没有效果，要取决于政治高压会不会松动。台湾的远东集团被重罚了好几亿被重罚了4.7亿。